Hello， 大家好，皆さんこんにちは。这次我们来到了日本东北，打算在岩手县和秋田县玩个3天2夜。为什么会来东北？有一个很大的主要原因是，老婆还没有来过秋田。其实我插秋田最后一个县就可以制霸日本47个都道府县。一大早抵达秋田机场之后呢，我们顺利租好车。等一下先往北边开，然后会先去岩手住一晚，之后明天才会去住乳头乡温泉。这一次开车的距离其实还蛮长的。在前往安比高原之前呢，我们在盛冈先停下来吃午餐。看到是2楼。说到盛冈最有名的美食代表就是冷面。原本打算是去一间叫圣楼阁车站前面的冷面餐厅吃午餐，但一抵达餐厅后，发现人实在是太多了，所以我们后来就决定临时去车站内的美食街走走。这天我们后来来到的是利久牛舌。发现很多连锁店其实在这里都有盛冈限定的冷面。听到是冷面，原本是稍微有一点抵抗，但想说都来了，还是想去吃看看。以前看你的那个部落格，冷面里面放西瓜，这一点实在是无法接受。我们那天吃的，它冷面里面是放6层，感觉还蛮搭的，蛮清爽的。离开了盛冈之后，我们继续往安比高原前进。安比高原它其实是一个在八幡平附近的地方，是一个滑雪胜地。那我们这次会来安比高原的原因，是因为在2022年的时候，在安比高原开了一间 IHG 洲际的饭店，所以就趁着这次来秋田玩的时候，就顺便住一下安比高原的洲际饭店。虽然已经到了4月了，但是在东北这边还看得到一些雪的景色，其实是还蛮开心的。如果是想来滑雪的话，其实是还有其他不同的住宿选择的。但是如果要比较有是在滑雪胜地稍微度假一下比较好一点的住宿选择的话，其实这次的洲际还蛮推荐的。它大厅的设计有点像我们之前入住的北海道2世谷丽思卡尔顿影视饭店的风格，两个刚好都是在滑雪胜地的旁边，然后都是连锁集团的高级饭店。不过2世谷的单价跟整体周边应该物价会比较高一点，所以用这样的角度来想的话，说不定这次的安比高原是一个还不错的选择。因为我们这次是在一休订的，所以没有办法使用 IHG 的会籍或者是累计房晚或点数。不过因为一休很常出现非常便宜的住宿方案，这次就预约到了包含5000块礼券的方案，然后这样因为是平日入住，所以其实一晚只要3万多日币。然后眼前就是滑雪场，这个景，有啊！虽然是双床房，这次的房型是 omakase， 完全有管方安排的房型。
然后里面超级大，空间上超级大。这也超过，就是很大，是 semi double 吧，我也不知道是多大，反正两个都各自超大。这本来一个都是睡两个人应该没有问题的。枕头是正方形的，就套着，后面还有一个。主要控制面板在这边，然后它的枕头可以选，有3种枕头。然后这边有沙发具。不熊品质都很好，超舒服。然后它对面就是一个超大电视。另外还有一张桌子，也是可以当小书桌，或者是一人 dining 应该就可以在这个位置。它的更衣间超大，吊衣服，其实两边都可以吊衣服。然后这边可以再放行李箱，东西整理就很方便。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很日式的化妆间，设计就很日式，很可爱。洗手间。接下来我们来看浴室，也非常的宽，超大的，左右各有一个洗手台。是淋浴间。备品啊，全部都有。这好像是他们共通的牌子哦。上次在哪里也是看到一模一样。然后最厉害的是它的浴室，它这里呢拉开来之后，这样差不多吗？就可以望上外面的景色。这次房间我们最喜欢的应该是它阳台的这个空间。安比高原是一个滑雪胜地，虽然现在是已经4月中旬了，但是还是有在开放。外面这边，我觉得这种老外超爱，超爱晒太阳的那种，超爱。我们是2楼的房间，1楼的房间的话，有些房型是有庭园房的，然后现在可以看到庭园都还有一些积雪。它整个橱柜这个空间真的很日式，尤其是这种感觉，真的是老外应该会很喜欢的。多酒类，旁边就是冰箱吧。所有入住安比高原洲际的住客都可以享用下午茶、欢乐时光，还有隔天的早餐。它全部都是包含在内的，因为下午茶是2点就开始提供，所以这次我们算是比较早一点过去办理 check in。下午茶怎么说呢？那下午茶其实是还蛮动真格的下午茶。动真格什么意思？是还蛮红皮的下午茶。标准的，大家会想象中的英式下午茶，有3层盘子会端过来的这种。这个看起来很像3色蛋的是 dry fruits， 然后下面好像是 Earl Grey 伯爵茶的蛋糕，然后后面有马卡龙，还有抹茶司康。安比高原的洲际还有一个非常棒的地方，就是它有温泉。2个非常大的大浴场，一个是块木的，一个是岩石的。那2边各自都还有3温暖的设施。入住的当天跟隔天早上会互相交换，所以蛮建议去泡2次的，可以看到2种不一样的风景。5点开始又进入了欢乐时光。欢乐时光跟下午茶相比的话，会觉得它的餐点有点弱，不过它饮料选择还蛮多的。那餐点的部分就是比较下酒菜的类型。内容上来讲，如果要作为晚餐一餐来享用的话，分量可能会不太够。日本清酒，日本清酒，清酒，大家知道清酒是什么吗？那因为我们这次入住的方案有包含5000块的折价券，最后就决定在房间内吃 room service 就好。
如果想要吃 room service， 然后没有很饿，且又想要省钱的话，可以10点过后再点，那价位会比较便宜一点。隔天一早的早餐是在大厅旁边的餐厅用餐。早餐是以点餐和自助吧的混合式形式提供的。自助吧的部分比较基本一点，像是面包啊、沙拉吧，还有饮料。主要的餐点都是用点餐的方式提供，西式的也有和式的，最后还有一个是甜点的部分。西式的话，就像是炒蛋啊，或者是班尼迪克蛋之类的，这些都可以点到。日式的话呢，就是日式餐点，还有另外一个是它有粥，还有稀饭，算是选择蛮多的。而且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是，它不限定你只能点一份，就你只要吃得下的话，你可以一直点。不过整体来讲，选择虽然多，但是味道上就是有点偏普通，没有到特别让人惊艳。离开了安比高原之后，第2天我们打算在岩手附近赏樱。我原本的计划是想要去北上展胜地走走就好，但当天出发的时候看到平泉町的樱花已经满开，然后再加上北上展胜地的樱花情报还没有到满开，所以我们就决定去平泉町走一走。平泉町的樱花比较有名的是有一条樱花大道，如果想要自驾赏樱的话，非常推荐的一个地方。那除了樱花大道以外，其实平泉町本身就是一个世界遗产，它里面有毛越寺啊、中尊寺等等的非常有名的寺庙可以走走，算是岩手很代表的一个景点。原本在平泉町除了看樱花以外，也想要去中尊寺走一走，但走到一半发现它的杉木实在是太多了，那花粉症实在是受不了，痒到一个不行，所以我们决定去北上展胜地碰碰运气。北上展胜地不仅是岩手，是整个东北非常有名的樱花景点之一，它是日本樱花百选之一，也是东北3大樱花名所之一。来北上展胜地的游客其实很多，然后再加上我们刚好遇到交通管制，所以光是要停车，我们就绕了一圈，然后也稍微等了一下。不过因为北上展胜地本身就是一个跟公园合并在一起的樱花景点，所以即便游客很多，整体来讲也不会觉得感到拥挤。原本那天我们想说，要不要先去附近的超市买点东西吃，然后带进去展胜地那边直接野餐。但其实会场里面有很多餐车的那种小吃店，所以其实喜欢日式小吃的话呢，也可以在这边买到不少东西。在树下吃起来，耶！大人小朋友才做选择，我们全部各买一个。哦，这个欧兜大家听听看。它是 ，Oh my god， 它是这种的。我们那天又吃了炸鸡，然后炸鸡皮跟炸软骨，当做这一天的午餐。
离开了北上展胜地之后呢，我们来到秋田的乳头温泉乡。乳头温泉乡其实我10年前有跟家人来过一次，然后没想到10年后会再访。这次入住的鹤之汤温泉是日本蜜汤之一，也是乳头乡温泉，乳头温泉乡也是乳头温泉乡非常有名的温泉旅馆。不过它因为真的是蜜汤，所以它的交通不是说非常方便，它会在深山里面，然后也因为海拔高，然后又在深山里面的关系，所以即便到了4月中左右，还是有雪。好漂亮啊！めっちゃ綺麗。ここでも大丈夫。我记得我们看到标示之后，还一路开了蛮长的距离，一直到非常里面才终于看到它的主要建筑物。虽然它位置非常在深山里面，然后交通也不是很方便，但来访的游客其实非常多。刚抵达的时候，鹤之汤的外观让人感觉非常那种日本传统的深山温泉的感觉，是以往没有入住过的温泉饭店。好酷哦！有没有这种，约到？这也太酷了吧！因为它是历史非常悠久的蜜汤，很多人就是冲着它的温泉而来的。鹤之汤温泉的房型其实有4种。我们这次原本想要住它最有名的本镇的房间，但是因为它只有5间房，然后我们预约的时候又比较晚一点，所以并没有预约到本镇的房型。只好退而求其次，选4种房型里面相对比较便宜的2号馆和3号馆的房间。73块，然后房间呢就是这样子，很复古，很复古，有窗户，啊，好可爱。然后洗手间是共用的，就是一个日式传统的 guest house 的概念。而这里的温泉最特别的是，它有男女混浴，而且是裸汤。不过因为鹤之汤温泉的泉质是偏白色的，比较浑浊一点的，所以即使是泡裸汤，其实什么都看不到。但是呢，老实说也没有什么女生去泡混浴的部分，因为就在它旁边有一个女生专门的户外温泉，所以大部分女生都是去泡那边的。它也有室内的温泉啊，另外还有个人汤屋。个人汤屋不需要额外加钱，只要是空着就可以使用。比较需要注意的是，因为鹤之汤温泉它整个的设施是比较有历史年代感的。泡它的温泉的时候，哪一个区域是有可以冲澡的，哪个区域是没有的，要稍微留意一下。所以如果想要泡完汤后洗个澡的话，建议是去个人汤屋里面。像福岛命狗的。あんね、そうなんだ。ごめんなさい、こしあん。食べて。他自己还铺被子。这个是垫的躺的。
2号馆跟3号馆是连在一起。哦，寒い。基本上鹤池汤温泉的晚餐和早餐都是在房间内享用。2号馆和3号馆的住客就是集中在那边一起吃饭，然后他吃饭的方式呢，就是也是非常传统，所有住客一起席地而坐，然后吃着秋田当地的传统料理。那天的主餐是烤鱼和一个菇类的烧，还有另外一个是秋田传统的一个味噌汤，里面有加小芋头。其实每一道都还蛮好吃的。这边以外，应该没有什么机会可以吃到的料理，真的是非常特别的体验。然后早餐也是在同一个地方享用，早餐也是蛮传统的料理，就简单但很有家庭的味道。我真的觉得在那边住一晚，像是《鬼灭之刃》刀匠村住一晚的感觉。是一到就去泡温泉，然后温泉泡起来之后，就是吃了当地传统的料理当做晚餐。晚上因为房间里面也没有电视机，也没有什么的啊，甚至连网络都要连他们的，不然连讯号都没有。算是一个目前没有体验过的一个蜜汤温泉之旅。最后一天的早上，我们退房之后，来到了秋田非常具代表性的景点田泽湖。那当天非常幸运的是天气非常好，而且没有什么风，所以田泽湖的倒影非常的漂亮。然后再加上远方有灌雪的山脉，所以景色真的是美到不可思议。田泽湖湖畔虽然也有樱花，但是完全还没有开。可能靠近山路这一侧真的是还比较冷。最后一个景点，我们来到了秋田的角馆。角馆也是一个在秋田里面非常有名的景点，它被称为是陆奥的小京都。它原本也是我们这次来东北想要看樱花的最主要的一个景点之一，但是因为今年的樱花比较晚开的关系，所以我们并没有看到角馆最美的那个樱花景色。在五家屋夫附近的樱花全部都是枝垂樱，所以虽然只有开3分到5分左右，还是非常非常的壮观。角馆旁边的河堤有一整排的吉野樱，不过比起枝垂樱，吉野樱的开花程度又更少一点，所以基本上那天多数的游客都是集中在枝垂樱这一侧。我记得当天外国游客非常多，台湾人也很多，还有泰国团客。然后整个角馆里面也有许多美食可以吃吃看。像是非常有名的比内地鸡亲子冻，或者是我们这次去的需要排队的布丁，是有时间可以慢下脚步来慢慢逛的一个地方。这次的东北之旅刚好住了2间非常不一样风格的饭店。那不管是像是洲际这样子外资系比较高级的饭店也好，或者是这次入住的蜜汤、鹤之汤这样子比较传统的日本温泉旅馆，其实都有各自非常不一样的特色。其实偶尔来住一下这种比较不一样的饭店也是蛮有趣的。那就提供给之后想要来东北玩的朋友们参考咯。
那么今天影片就到这里喽，拜拜。以上。